我操！我咋变成条鱼了？老子堂堂现代顶尖建筑高级工程师，怎么就穿越到这海底世界了？还是个原始部落！烈海鲸，他们又来了！快躲进洞里！我们鲛人一族，难道今天就要灭绝于此吗？族长，我跟他拼了！上次死30个族人都没用，难道就在这等死？只有一个办法，献祭。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我同意。哼，就挑这个废物李凡，正是他做贡献的时候。哼，献祭我？你脑子里面装的是海绵吗？你敢骂我？我说错了吗？那烈海鲸上百米，你看看我这2两肉，塞牙缝都不够。你，还有你，第一勇士，肌肉长得挺好，可惜全长在脑子上了。你遇到猛兽的应对策略就是喂饱它。今天是几个人，明天呢？后天呢？等他把咱这当成自助餐厅，你是不是打算最后把自己也洗干净送进他嘴里？强词夺理，那你说怎么办？有本事你去把他赶走啊！我好古以后叫你爷爷。这可是你说的。胡闹，这是天命，只能任人宰割。去他妈的任人宰割！这破海沟，老子保定了！装什么大尾巴鱼？靠嘴皮子吗？海底火山，快回来！那是海参熔炉，会把你煮熟的。这可是天然的高温高压水泡啊！有救了！所有老弱病残，想活命的都给我站出来！李凡，你要带他们去送死！送你大爷！你要是害怕，就躲在旁边看着。你们看到那些喷黑水的烟囱没有？老伯，你带几个人，把左边那5个小的填囱给我堵死，一定要死死堵住。小海豚，你带人去堵右边那几个。阿凡，堵住那些干什么？别问为什么，这是活下去的机会。好，反正横竖都是死，听阿凡的。真是得了失心疯，以为拿点破石头就能挡住烈海鲸。快，动作快点儿，还剩最后3个喷口，就要到极限了。这就是命，就是现在，给老子破！发生了什么？他逃走了。你刚才说我要是赶走他，叫我什么来着？爷爷。阿凡，你太厉害了！什么阿凡？要叫凡哥？这是极品的火山灰啊！这种生物蛋白胶的粘合力，简直比现代的还要强上10倍。火山灰，天然强力胶。再加上周围随处可见的贝壳作为骨料。阿凡，你在看什么？这里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收拾东西，举族迁徙。烈海鲸虽然跑了，但很快会有其他海怪被吸引过来的。迁徙？往哪儿迁？出去给海怪当外卖吗？那怎么办？没有防御，我们活不下去的。没有防御，就建防御。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们不再随波逐流。不再四处逃窜，建防御、堡垒。阿凡，你是不是热水烫坏脑子了？可是阿凡，这海沟里什么都没有，岩石根本凿不开啊！而且，真正的灾难根本不是烈海鲸啊，是黑潮，洋流季风就要来了。黑潮。
所谓黑潮，是极其恐怖的深海洋流风暴，夹杂着海底地震引发的海啸，那是裹挟着万吨巨石、暗流漩涡和深海毒气的海底绞肉机。猎海鲸再恐怖，也只是一头野兽，而黑潮是足以抹平海底一切凸起物的大自然伟力。还有多久？海水开始浑浊，暗流已经改变方向。3天后，这里将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走，逃到浅海的迷雾礁去。逃跑，带上这一大家子老弱病残。族长，你算过从这里到迷雾礁有多远吗？以我们现在的体力，哪怕不吃不喝游上5天5夜也到不了。那也比留在这里等死强。留在海沟就是被黑潮碾碎。逃跑，哪怕死在路上，至少还有一线生机。谁说留在这里就是等死？我要在这里建一座连黑潮都撼不动的穹顶堡垒。你简直疯了！你告诉我，这怎么建？就凭他们。大家听见了吗？这个废物说要用一把灰和一块破珊瑚建堡垒，你以为自己是海神？李凡，你别太自以为是了，事关全族的生死存亡，由不得你胡闹。既然你觉得我建不成，那我们打个赌。打赌？怎么赌？3天，给我3天时间。如果我造不出能挡住你全力一击的建筑材料，不用黑潮来，我自己滚出部落，是死是活，绝不拖累大家。阿凡，不可啊！好，这可是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3天后，要是你拿不出一块像样的石头，你就给我滚蛋。如果我赢了，以后这个部落我说了算。一言为定。行了，别废话了。老伯，在。凡哥，你吩咐。看到地上的灰白粉末了吗？这叫火山灰。带10个老伙计给我疯狂收集，只要纯净的灰，别掺泥沙。好嘞。小海豚，看到那黏糊糊的珊瑚了吗？带上你们年轻的，去用骨刀小心地刮下上面的粘液。记住，不要破坏珊瑚本体，我们还要留着它持续生产。明白。至于你，看到那边堆积如山的废弃贝壳了吗？那是我们祖祖辈辈吃剩的垃圾。现在带着你的人，用石头把那些贝壳全部给我砸碎，越碎越好。你让我堂堂第一勇士去砸垃圾，那叫骨牌，是建筑的灵魂，不砸就认输，叫爷爷。兄弟们，给我砸！我倒要看他3天后怎么死的。必须抓紧时间。期限，黑潮来了！阿凡，材料都准备好了，黑潮马上就到了，你到底要干什么？材料配比是混凝土的关键。火山灰主要成分是活性的磷酸盐和铝云酸，也是天然的水溶性胶明材料基础。但是单靠火山灰在常温下硬化太慢，而且抗拉强度极低，我们需要强化剂。这种生物蛋白胶在遇水后不仅不会溶解，反而会发生复杂的分子交接反应，形成一种致密的网络结构。搞骨，过来，干活！干什么？倒胶水，死命的搅拌，速度要快，力量要大。好，现在加入贝壳骨料。贝壳的碳酸钙能提供极高抗压强度，让结构更稳定。到！一滩臭泥巴，你是来搞笑的吗？无知不是错，这叫水下特种生物混凝土。停！搅拌完成。把这汤泥巴铲进去，填满，压实。阿凡，你疯了！那水温能把人活活煮熟，放过去全毁了。我要的就是高温，黑潮明天就到，自然凝固要几个月，根本等不起。必须利用地热、高温、高压加速热化学反应。我亲自来。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3天期限已到，你的烂泥早成灰汤了吧？是你自己滚，还是我动手？时间差不多了，老伯，把模具拉回来。柴墨，这就是你花了3天时间造出来的东西？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李凡，你果然是在耍我们！完了，黑潮到了，全完了。废话少说，傲骨，你不是第一勇士吗？用你手里那根破骨头刺他！如果你能在这上面留下超过1寸的裂痕，我立刻滚蛋。但如果你刺不破，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当你的包工头！你找死！给我碎！这不可能，这是阿凡，你创造了什么？这个叫做科学。我说过，这只是第1块，我要用千千万万块这样的石头，在这片海沟里建立起绝对的文明。包工头，震撼完了吗？黑潮马上就到，现在带着你的人去给我疯狂搅拌泥巴！大基建时代开始了！黑潮前锋到了，水温在下降。都闭嘴！傲骨，快搬砖！都给老子搬！谁磨蹭为黑潮？阿凡啊，砖头是够硬，但这玩意儿怎么挡黑潮啊？难道我们要垒一堵墙把海沟堵死吗？黑潮的力量太大了，就算是几百米高的实心岩石山也会被推平的呀！平面的墙根本挡不住那种恐怖的水压。谁说我要建平面的墙了？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过来开个会。这叫穹顶，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建的防御堡垒。凡哥，这不就是个倒扣的碗吗？中间空的能结实吗？干嘛不直接填满，建个实心大坨坨？实心？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贝壳吗？建实心要多久？黑潮离我们不到半天了。可是中间是空的，巨石砸下来，这碗不就碎了吗？哼，碎不了。看好了，用手把它捏碎。凡哥，你这是侮辱我！这种破壳，用力啊！没吃饭吗？我操！见鬼了！这叫拱形受力结构。当外部的压力作用在半圆形的顶部时，这股力量不会停留在原地，而是会顺着弯曲的弧面向两边分散。看到没有？力量被转移了。黑潮砸在穹顶上的力量会被全部转移到海沟两侧这厚达几千米的天然岩壁上。岩壁不塌，我们的穹顶就不会塌。这就是现代力学的浪漫，懂了吗你？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好厉害。凡哥，你就说怎么干吧。很简单，搭脚手架，砌砖。老伯，带人去把海沟底下那个远古巨鲸骨架拆了，用最长最粗的鳞骨交叉搭建成半圆形的支座架，用海带和巨凿搓成绳子绑死。敖古，带上你的人，顺着搭好的骨架，从两边往中间砌砖，每放一块混凝土砖，就必须涂满生物蛋白胶。小海豚，你带那些老弱妇孀去火山口旁边继续搅拌胶水，保证供应，一滴都不许断。
全族的生死存亡就在这半天，都给我拼命！快，再快点儿！黑潮乱辽已经压过来了。凡哥，水流太急，我们稳不住身子了。顶住！只剩最后顶部的一小块了。来了，黑潮来了！把最后一块砖给我，凡哥，来不及了，快跑啊！给我进去！所有人立刻撤进穹顶内部！完了完了！这就是你说的结构力学？凡哥，这墙是不是要塌了？闭嘴！成功了，压力转移成功了。岩壁替我们扛下了所有的冲击力，拱心石被压得越紧，这个穹顶就越坚固。结束了吗？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坟哥，我敖古这条命以后都是坟哥的了。你让我往东砸坑，我绝不往西搬砖。起来吧，包工头。穹顶只是第一步，既然老天爷帮我们把这块地皮给平整好了，那么接下来准备规划深海种植区。我们要在这穹顶之下建一座真正的海底城。凡哥，连个虾米都没了，怎么回事？说清楚！黑潮太狠了，外面地形全变了。以前我们常去打猎的珊瑚礁迷宫被彻底推平了，那些藏在礁石里的鱼群全没了，光秃秃的，连个能吃的海草都找不到。海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们？我们建好了堡垒，却要被活活饿死在这里吗？我还不想死，我还这么年轻。捡起来吧，把这些都收好。等以后如果有人类商船路过，或许还能用这些换点发霉的面包。阿凡，你干什么？我让你们清醒清醒！眼泪换不来粮食，珍珠填不饱肚子，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海神身上，你们怎么不直接把自己腌了做成咸鱼干？那凡哥，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们啃这些砖头吧？靠天吃饭的打猎时代，从黑潮退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直接跨入农业文明。农业？那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种田。种田？阿凡，陆地上的人类才种田，这可是几千米的深海呀！海底除了石头就是沙，连阳光都照不进来。我们种什么？种珊瑚吗？
谁说深海不能种田？你们的思维太局限了。陆地上的农田是平面的，那是2维农业，而我们拥有整个海洋的深度。我要带你们搞的叫深海立体水产养殖。立体？什么养殖？听不懂没关系，执行就行。我们要种的是深海的巨藻和海带。海带那玩意儿又苦又涩，狗都不吃。那是你们不会做，只要处理得当，海带和巨藻就是这海里最高产的食物来源。深海巨藻号称海洋中的速生林，只要有足够的养分，它们1天就能长半米长。而且巨藻的叶片上长着天然的气囊，这能让它们在水下保持直立，一直向上生长，形成一片巨大的水下森林。但是凡哥，外面全都被冲平了，我们去哪儿找巨草？外围被冲平了，但热液喷口附近一定还有幸存的。黑潮改变了洋流，同时也把更深处的海底营养物质卷了上来。现在的水质就是最肥沃的土壤。奥古，带上你的人，拿上最结实的绳子，跟我出城去拔草。拔草，划海带，护卫队集合！凡哥，你快看！就是它，深海巨藻的母猪。太好了，我们有吃的了！住嘴！这是种子，不能吃。这些根叫固住器，它们没有吸收养分的功能，唯一的作用就是像强力胶一样死死抓住海底。我们要连根带石头一起挖下来，带回穹顶。动手！保护凡哥！别用那破骨头了！退后，看我的！凡哥，你这锤子也太狠了吧！科学的尽头是力量，基建材料用来打架一样好使。把这玩意儿也扛回去，今晚吃顿好的。有肉吃了！先别急着吃，鳄鱼肉可以分了吃，但这几十株巨藻是我们要种的庄稼。我们要把这些巨藻种在穹顶内部的海底，但是这里的海底全都是松软的泥沙，巨藻的根抓不住，洋流一冲就会飘走。所以我们要给它们造个锚，继续和水泥。把剩下的火山灰、粘胶珊瑚和碎贝壳拿出来，按照1:1:2的比例混合。找一些中间带孔的大贝壳。把混合好的混凝土倒进模具里，在它凝固之前，把带孔的骨环插在顶部中央。老伯，带人把那些巨藻的根部用海带编成的粗绳绑在这些沉锚的圆环上。现在开始下种。深海立体农业讲究的是空间的极致利用和水流的循环。左边这片区域水流较缓，用来种植体型最大的霸王巨藻，间距保持在5米，必须排列成整齐的网格状，这样才能让水流均匀地穿过每一株植物。中间这片区域靠近电热喷口的鱼鳖蛋，种植红珊瑚藻和食用海带。右边区域把那些从鳄鱼肚子里掏出来的没消化的发光苔藓孢子均匀地抹在底部的石头上。好美啊！凡哥，你觉不觉得这穹顶里的海水好像变甜了？那叫含氧量升高。深海巨藻不仅长得快，它们还能进行一种极其高效的化能合成和光合作用，吸收我们呼出2氧化碳和海底的硫化物废气，释放出纯净的氧气。有了这片森林，我们的穹顶就是一个拥有独立内循环的完美生态舱。但凡哥，这玩意儿长得再快，现在也只有几十株，不够全族人吃啊！族长，你太小看农作物的繁殖速度了，尤其是它们还获得了无限的养料。深海的营养盐，加上我们全族几百号人每天产生的排泄物，这片森林会以一种爆炸的速度生长。凡哥，爆了！农场爆了！整个穹顶里面全都是这种东西，长得也太快了吧！
大丰收！护卫队全体换装，今天我们不打猎了，去收海带。哎呦，呸呸呸！冯哥，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硬，而且又苦又涩，根本没法咽啊！太难吃了！你们当自己是清道夫吗？深海巨藻为了抵抗水压和暗流，纤维极其粗大，而且富含游离的单宁酸，生吃不仅咬不动，还会拉肚子。那怎么办？在这海底又不能生火，总不能用胳肢窝把它焐熟吧？不能生火不代表没有热源，别忘了，我们可是有一座天然的高压锅炉。奥古，带人把剩下混凝土块搬过来。老伯，去拆几根空心的巨鲸腿骨。今天我们要开始工业化食品加工。火山口喷出的热液温度高达300度，直接冲出来能把你们烫得骨肉分离，所以必须进行冷热勾兑，开闸试水温。完美，勾兑后的水流温度稳定在90度左右，这叫恒温烫漂池。捞出来，现在再尝尝。好吃，太他妈好吃了！别光吃素的，配上那个，把肉片放在海带上，一起卷起来，放进热流口冲刷5秒钟。这叫深海地热涮锅。阿凡，你创造了属于我们鲛人的神迹。机操56，凡哥，看什么呢？是不是觉得这片农场特别壮观？壮观是壮观，但这还不够。有草原的地方就会引来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的地方就会有食肉动物。既然我们的生态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就不能浪费这么好的草料。包工头，准备升级吧！农业文明的下一步是畜牧业，我要在这穹顶的另一半建一个深海全自动化养殖场，把那些好吃的、长得快的变异鱼群统统抓回来给我们当牧群。凡哥，这海带好吃是好吃，但吃多了，我怎么感觉浑身没劲儿呢？我现在游个泳都觉得尾巴发飘。我也是啊，连块砖都搬不动。咱们这脸色是不是发绿？都给我起来！哎呦，粉哥，怎么了？不是你让我们敞开肚皮吃的吗？我是让你们吃饱，没让你们退化成食草动物。海带和巨藻提供的是碳水和纤维素，这玩意儿能填饱肚子，但提供不了高质量的肌肉合成能量。再这么下去，我这深海基建大业谁来干？指望这群海牛吗？可是凡哥，外面没肉啊！黑潮把那些好吃的鱼虾全卷走了。谁说没肉？啊，迪喜，去看看。是板甲鱼，阿凡，别招惹它。这种鱼虽然平时不怎么咬人，但它的皮太厚了。以前奥国用最锋利的骨毛，连它的一块鳞片都撬不下来。要是支怒了它，它一尾巴就能把我们抽碎。以前是以前，现在我手里拿的可是凡哥给我打造的混凝土破甲锤。凡哥，看我出去把它砸个稀巴烂。今晚我们全族吃鱼排。脑子进水呢！你看看它那大嘴巴，再看看它那缓慢的游动速度，这叫什么？这叫完美的食草型大型牲畜。你把它杀了，顶多够我们全族吃半个月。哼，杀鸡取卵那是原始人的做法，在我的工业体系里，这玩意儿不叫猎物，它叫牲畜。牲畜。老伯，把昨天打磨的拿来。凡哥，这是啥？新武器？哼，这叫高频声纳哨。凡哥，坏了吧？没动静啊！用你们的腮部感受。好刺耳，虽然听不见，但脑壳嗡嗡的。这就对了，这种板甲鱼视力极差，它们在深海中觅食，完全依靠头部两侧的侧线来感知水流和特定频率的4声波。
这是我根据流体学和共振原理设计的扩音器，只要通过它吹气，就能模拟出板甲鱼最敏感的次声波频率。不行，太危险了！开闸会它，怕什么？我自有把握。脾气还挺大。这就驯服了！我以前追着这玩意儿捅了3天3夜，他连正眼都没看我一下。分哥吹了个破海螺，他就乖得像个孙子。这就是脑子的用处吧？敖古，带几个人出来。怕什么？他现在就是一头吃素的牛，吹一下试试。我操，他真的听话了！好玩吗？这种板甲鱼是群居的，附近肯定不止这一头。拿着我的海螺，去给我把周围方圆10里的板甲鱼全给我赶回来。赶回来放哪儿啊？我们穹顶里面已经全被海带塞满了。要的就是数量多。现在穹顶里的巨仔和海带长得太快了，我们每天拼命吃都吃不完。底层的海带如果不见光就会腐烂，污染水质。这群板鲫鱼就是最好的除草剂。左边那头，别让他跑了！小海豚，你过去把他追回来。放饭！凡哥，他们太能吃了，一天就能吃掉全族半个月的口粮。眼光放长远点儿，这叫能量转化。看到底下的排泄物了吗？板甲鱼吃多余的海带，它们产生的粪便是最顶级的有机肥料，直接回馈给海盗森林，加速海盗的生长。海盗不仅净化水质，还能产生更多的氧气和食物供板甲鱼食用，没有一点浪费。所有的资源都在这个穹顶内循环增值，这就叫工业生态闭环。你们只需要每天按时吹哨子，把这群深海牛赶到指定区域吃草，剩下的就是等着收割蛋白质。阿坟，我们鲛人再也不用挨饿了。从今天起，饿字被删除了，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给我拼命吃肉养壮士。凡哥，出大事儿了！怎么了？板甲鱼越狱了，生了3个，20多个怀孕，100年盛况啊！出生率猛增，意料之中。这叫人口红利，有了足够的人口，我才能开启更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是啊，凡哥你真是海神下凡啊！等这批小鲛人长大了，我们部落就有更多的人去干活了。族长，你是不是对我的期望太低了？我辛辛苦苦建立这个生态闭环，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世世代代在这当农民？不当农民，当啥？看清楚，这是什么？这是……随着人口增加，穹顶内部的空间迟早会不够用。而且，你以为这深海里除了黑潮，就没别的东西盯着我们了吗？农业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国防工业。利用我们鲛人的音波天赋，咱们要在这方圆100里内建立起一个全天无死角的深海预警雷达网。我要让任何靠近这片海域的生物都在我的监控之下。都给我让开！怎么回事？凡哥，是变异的深海巨红。放牧怎么会惹上远洋海怪？我们没惹他们啊！我们今天正准备把那群板甲鱼赶回穹顶，周围的海水突然就变黑了，10几头变异巨鸮直接就冲了下来。他们根本没发出一丁点声音。等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头顶。小海豚为了掩护板百之群撤退，被一头巨鳌抽中，直接昏死过去了。要不是凡哥你让我们平时穿戴混凝土鳞甲，小海豚这一下估计直接就被抽成2截了。凡哥，让我带兄弟们杀出去，给小海豚报仇！杀出去？
你拿什么杀？巨岩是扁平结构的远洋掠食者，平时贴着海极滑行，几乎不产生水流波动。等他们到了你头顶，你才发现，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都是聋子。阿凡啊，是不是咱们动静太大了？吃肉聚众，味道全飘远洋去了，咱们成海怪的香饽饽了。族长说的对，穹顶挡得住海啸，但挡不住气味和声音的传播。我们现在就像是躲在一个铁桶里，虽然铁桶很结实，但如果外面围了100头饿狼，我们连门都不敢出，早晚会被困死。那怎么办？凡哥，难道要把刚建好的农场拆了？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凭什么拆？既然敌人想在暗处偷袭我们，那我们就把整个深海给点亮。我要给这座海底城装上千里眼和顺风耳。千里眼、顺风耳，凡哥，你是要施展法术吗？哼，你懂个锤子！我要建的是覆盖方圆100里的摊破面反射声呐预警网，俗称防空雷达。傲骨，带上你的人去南边的海沟，我记得那里有一片远古巨型搓帛。我要你们挑选10个最大、最完整的世帛外壳搬回来，直径必须超过5米。保证完成任务。可是凡哥，那玩意儿比石头还重，搬回来干啥呀？做雷达的锅盖。老伯，带人去收集最坚硬的红玛瑙珊瑚，越多越好。凡哥，你要的蛤蜊壳搬回来了。不行，这样的表面散射太严重了，根本无法形成聚焦，必须进行工业级抛光。抛光啥意思？就是打磨，把它磨得连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来人，起火，上流水线！傲骨，把那个巨型雏螺壳给我推过去，内壁对准砂轮，然后把红玛瑙珊瑚填在缝隙里一起打磨。太漂亮了，凡哥，这简直就是镜子啊！硬件搞定，现在需要雷达操作员。特种部队选拔，全员排队，闭眼。谁听到了什么？凡哥，你放屁了吗？滚！凡哥，我好像听到有一根很细的东西落在了沙子上，发出了擦的一声微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海音。好，海音，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海底城第1防空预警大队的大队长。都听好了，声音在水里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中的5倍，这就意味着水下声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我们把声音发出去，它会在水里像波纹一样扩散，距离一远，声音就散了。但是，如果你们坐在这个贝壳的正中央，也就是焦点位置，朝着贝壳发出声音，声音撞击在这个完美的湖面下上，就会被反射成一束平行的极其集中的声波束。这就像是把散乱的光聚集成了光束，它能传播得极远极远。凡哥，那怎么预警海怪呢？很简单，发出声音后，竖起耳朵听。如果前方是空旷的海水，声音就会一直传下去；
但如果在这道光束的路径上，有一头体型庞大的变异海怪，声音撞到它们坚硬的皮肤，就会被反弹回来，也就是回声。你们要做的就是坐在雷达塔里，不断的发出特定频率的次声波，然后听有没有东西弹回来。回声越大，说明目标越大；回声回来的时间越长，说明距离越远。雷达不能建在坑里，必须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网络连接完毕，海音，进入1号主基站。预警网首次全天会试运行，现在开。峰哥，是不是失败了？让声波飞一会儿。凡哥，我听到了，在正北方向，回声极其密集，而且回声的面积极大，不是一头，不是10头，是一大群，数量至少在上百头，体积都和之前袭击我们的巨鳌差不多。根据回声和延迟计算，距离我们还有大约80里，他们的游动速度很快，正在顺着洋流朝我们径直逼近。3个小时，按照他们的速度，到达穹顶防御圈还需要整整3个小时。3个小时啊！在现代战争中，提前3个小时锁定敌军主力，这就是单方面的降维打击。1级战备警报！奥古，马上带人出去，把外面还在吃草的板架鱼群全给我赶回来，一头都不许落下。海因，继续监听着雷达反馈，随时汇报距离。老伯，去检查1号水旋卵系统，把所有阀门开到最大。凡哥，不好了！那群变异巨猿速度太快了，刚才遇到了一股顺向洋流，他们提前了，现在距离我们最多只有10里地。板北群太笨重，后面的几头还没赶进外城门呢。10里，海因，回声越来越近，而且他们的数量比我之前估算的还要多。这个雷达，不，我的脑海里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点，他们把上方水域全覆盖了。奥古，带人撤进来，放弃板骂鱼。可是凡哥那是肉啊，命重要还是肉重要？都别要牛了，快撤退！我们！安全了。你想把全城的人都害死吗？凡哥，怎么了？外门不是关上了吗？海怪进不来了，我们赶紧进去啊！你是不是真的没脑子？现在外面有成百上千头巨怪在疯狂撞击外门，外门承受着极大的外部水压。你们现在待的这个缓冲通道，因为刚才外门开启，海水疯狂涌入，内部压强已经和外面一样高了。现在穹顶生活区内部的压强是标准的浅海压强。如果你们现在直接打开内门，通道里的高压海水会瞬间像高压水炮一样冲进生活区，届时咱们会像炮弹一样被射进广场，生活区内部的建筑会被瞬间冲垮。那怎么办？总不能等外面的海怪走了再开门吧？好好看着，今天教你们个新词，叫气冒双重水闸。启动限压泵。是。这水怎么少了？我利用海底热在水闸下方建了一个沸腾真空室，热水蒸发产生的强大吸力，把你们通道里多余的海水抽走了。海水减少，通道内的水压就会迅速下降，压强平衡完毕。开内门。凡哥，你这脑子怎么长的？
有这玩意儿，来1万头海怪也休想破城。这就叫科学壁垒。他们要进来了！都给我起来！凡哥，外面的动静太大了，这穹顶真的能扛住这么多巨兽的围攻吗？你是在侮辱我调配的 C60标号高强度生物混凝土，还是在侮辱伟大的红形兽力结构？它们撞得越狠，兽力就会顺着湖面传导到地基上，只会把地基压得更实。想把这面墙撞塌，除非他们能长出钻地导弹。就算墙不塌，我们也被封死了。这么多人和板甲鱼在这密闭罩子里，不出半天都会憋死的。憋死？组长，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大基建工程里最贵的一个项目是什么？所有人都给我过来！这是什么？全城的心脏——深海多级生命过滤循环系统。当我们彻底封死外部通道时，这套系统就会接管全城的海水循环。第一级，物理处理池，这些是我从火山口附近开采的多孔火山浮石，生渠浑浊的海水抽上来后，先经过这里。火山石的微孔可以吸附水中大颗粒的排泄物、泥沙和悬浮杂质，经过初滤的水流入第二级，这可是个好东西。深海特产的铁线海绵被我用地热烘烤碳化后，变成了顶级的活性盘生物海绵。它能吸收海水里所有的毒素、异味和氨氮胃气，从这里流出来的水已经比外面的海水还要干净了。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甚至有点微甜。别急，这只是水镜了，人要活命还得靠氧气。第3级，生化增氧池，红珊瑚藻光合作用，吃掉二氧化碳，释放出最纯净的氧气。太舒服了。凡哥，这水里的氧气感觉比外面最空旷的海域还要充足好几倍。那是当然，我打造的维生系统供咱们这几百号人呼吸，绰绰有余。现在城门坚不可摧，空气清新甜美，你们告诉我，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凡哥，可是外面这动静听得人心慌啊！嫌吵是吧？来人啊，去把3号仓库里的地热石板给我搬出来，放到广场上。去把刚宰的板鱼端上来，还有最嫩的海带。凡哥，你要干嘛？干嘛？涮火锅。第1届海底城抗压篝火晚会现在开始，都给我嗨起来！对呀，我们怕个鸟啊！兄弟们，敞开肚皮造啊！吃！凡哥，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打过这么爽的仗，不用流血，不用拼命，坐在这里吃着火锅，唱着歌，看着敌人把自己撞死，这简直比做梦还爽。你就学吧，在科技和基建面前，一切原始的野蛮暴力都只是可笑的小丑。他们没走，还在外面绕圈子，数量还有一大半。想打持久战，那就让他们耗着吧。反正我们里面有菜有肉有水，耗个10年8年都没问题。我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们耗。他们敢打扰的农场，破坏我的防补堤，这笔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吃饱了吗？吃饱了。哼，吃饱了就该消消食了。护卫队，全体集合，跟我出去清场。
凡哥，我这早就饥渴难耐了。走，去通道缓冲舱。今天不把那群巨鸟射成4维，我就不叫包工头。等等，凡哥，千万别开门！海音，听到什么了？没了，外面那些巨鸟的回声全都没了。没了？难道他们被我吓跑了？不是吓跑了，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凡哥，回声反馈出现了一个大东西，它太大了，大的不可思议，它就像是一座正在移动的海底山脉，它正朝着我们这里过来，速度极快。怎么回事？地震了吗？凡哥，那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深海泰坦巨鼬，体长超200米，重1万吨以上。200米，那不是比以前的烈海鲸还要大好几倍？他想干什么？不好，他想把我们的穹顶搅碎。凡哥，不能让他这么勒下去，再硬的石头也扛不住这种力量啊！阿凡，快想办法呀！门被他堵死了，我们连逃都逃不掉啊！悬崖上挖的3个大洞，记得吗？记得。难道那不是当仓库的？当然不是，那是我给这座海底城留下的终极底牌——泄压反击系统。你们以为真正的防御就只是挨打吗？我在设计穹顶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被超大型海怪缠绕绞杀的极端情况。拱形结构确实能抗压，但如果外部压力持续增加，总有达到材料极限的时候。所以我必须给外部的压力找一个宣泄口，或者说我要用魔法打败魔法。那3个高压水舱先用滚烫蒸汽排空海水，切断热源，冷却瞬间形成极度真空。这股吸力疯狂吸入了几万吨海水，但吸满还远远不够。住水！水满了，还能住得进？水不可压缩，但岩洞顶部的空气被极其恐怖的压缩了。3个高压水舱，压庆是深海水压的5倍以上，就像3颗深海水雷，随时准备爆炸。那怎么引爆？现在就是时候，必须先控制住他的触手。触手钻进墙壁里了！进得好，收网！他被锁住了，付出代价吧！深海高压滚筒洗衣机开闸！凡哥，那可是泰坦巨鼬啊，就这么跑了？不跑等死吗？在流体力学面前，众生平等。太强了，凡哥！万岁！海底城万岁！行了，别嚎了。这可是泰坦巨髓的肉啊，顶级的高蛋白材料，里面甚至还蕴含着生物能量。奥古，带上锯子！干嘛去啊，凡哥？干嘛？把那些触手给老子锯下来，搬到广场上去！刚才海底捞没吃爽。
凡哥，这肉也太特他妈筋道了！废话，那是能在几万米深海扛血压的肌肉纤维。那怎么吃啊？这咬一口牙都得崩碎了。老伯，把昨天我让你们提取的海葵毒素中和液拿过来。科学吃货的第一法则：遇到硬骨头就用化学降维打击。这海葵分泌的特殊酶，不仅能分解蛋白质，还能彻底软化这些史前级别的肌肉纤维，这就叫生物嫩肉粉。尝尝。这是什么味道？入口即化，鲜美到了骨髓里，而且感觉我现在力气能一拳打死一头鲸。史前巨兽的肉富含高密度的生物能量，吃这一顿顶你们过去修炼10年。全军列阵，开饭！族长，他们没死，他们居然建了一座城。走，过去求他们。为了活命，就算是跪在地上磕头，也要讨一口吃的！救命啊！我们是黑林部落的，求求你们给口吃的吧！方哥，外面来了一大群流浪鲛人，好像就是以前经常欺负我们的部落。哦，没被刚才的巨围当点心吃掉，算他们命大。咱们上城头看看。帆哥，是黑牙那个老东西。以前我们去他们的地盘打猎，他们不仅抢我们的猎物，还打伤过我们好几个兄弟。现在落难了，跑来求我们，门儿都没有，让他们在外面饿死算了。傲骨，你的格局太小了。格局？我们海底城要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海怪太多？错，是人口。我们搞立体农场，搞深海牧场，搞工业车间，哪一样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光靠我们这几百号人，累死也造不出深海大都会。那凡哥的意思是放他们进来？放，当然要放，不仅要放，还要把周边所有活不下去的部落全给我吸收进来。外面的人听着，我是这座海底城的最高执政官。李凡大人救命！我们愿献上祖传的魔法夜圆珠。那种辐射破石头，你留着自己当灯泡吧。在我的城里，不相信魔法，只相信科学。那您要什么？只要给我们一口肉吃，我们全族愿意世世代代给您做牛做马。牛马？黑牙，你给我听清楚了，在我的海底城，没有牛马这种低效且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不搞掠夺，也不搞剥削，我要建立的是绝对公平、多劳多得的深海工业体系。你们想进城，想活命，只有一条路：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那是什么法术契约吗？那是一套公平的交易法则。城里不养闲人，进入海底城后，你们所有的成年人必须参加3个月的上岗培训，学习如何种植深海巨藻，如何放牧板家鱼，如何操控地热搅拌机，每天工作8小时，提供1日3餐，包吃包住，多干多得，超额完成任务的发绩效奖金。如果你们同意用你们的双手和劳动来换取尊严和生存，现在就排好队，接受安全检查进城。如果想白吃白喝，或者想进来偷东西抢东西的，就赶紧滚蛋。我们签，我们什么苦都能吃。开侧门，设立简易通道和身份登记处。傲骨，带护卫队去维持秩序。所有人进城前必须经过高温杀菌流流冲洗。严禁携带任何未知病盾和寄生虫进入生活区。阿粉，周边36个部落
已经全部签署了劳动合同，正式并入我们的体系。按照深海的规矩，今天你就是我们鲛人一族至高无上的王。王，给我把灯打亮！愚昧！我带上这里不是为了让你们跪拜我。以前的鲛人王只会带着你们逃跑，只会让你们用眼泪乞讨，但我不是，我是鲛人族的领航员。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把这里建成了深海最安全的堡垒。我们现在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不缺用的。但是，难道我们要永远躲在这个罩子里，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吗？在这片浩瀚的大洋之下，还有无数的矿脉等待我们去开采，还有更多的史前巨兽等待我们去驯发。陆地上的人类曾经用破铜烂铁来剥削我们，那是我们的耻辱。这是什么？这叫深海地热驱动轨道列车，或者你们可以叫它核能潜艇的蒸汽坑科版。我已经在研究利用海底长流和电热温差发电的技术了。接下来，我们要走出这个海沟，我们要在这漆黑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各大海域的海底高铁网。我们要主动出击，去征服那些更深的海沟，去给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高级种族和人类带去属于我们鲛人的礼物。属于我们的深海大航海时代正式开启！大航海，大航海！